这一只是黄长角蜂的雌蜂，我估计它这个蜂巢应该已经筑了1个月了，因为巢里面的幼虫都还没化蛹，所以整个巢就只有它一只成蜂。它虽贵为蜂后，但在第1代工蜂羽化前，它都必须一手包办蜂巢的所有工作，其中最繁重的就是筑巢，因为必须不停地出门去收集巢材。还有它的巢就筑在公园里，巢材就地取材就有了，那就是木头纤维。它可说是台湾平地最常见的长角蜂，光靠一双发达的大颚，就能轻易刮取木干上的木头纤维。它们也可称作马蜂，可不要把它们误认为是恐怖的虎头蜂哦。其实它们的性情极为温驯。此刻我跟它的距离大概不超过30公分，所以只要动作轻微，就可以像这样近身观察。此刻的它们很忙，通常都不会理你。那为何称作长角蜂呢？因为它们的后足总是悬垂而飞，看起来像长了一双长角，故名长角蜂。衔了满嘴的木头纤维回巢后，它还要先打量一番，看看哪个巢室需要扩充，选定了位置才开始筑巢，并利用大颚先把嘴里的木头纤维嚼碎，混合了唾液将其变成天然纸浆，再慢慢用大颚把纸浆塑形打薄。一回打薄的不够，又打一回。再一回。其实这样的筑巢工作是很累人的，每次大概只能为一个巢室增加最多0.2公分而已。想想看，筑这么大一个巢，得来回奔波多少趟啊！经过重复至少7、8回的打薄，到最后这巢壁终于被打得薄如纸张了，所以它们也被人们称作纸蜂。不知古时候人类发明造纸术，是否也是透过这样观察长角蜂筑巢所得到的灵感呢？不过长角蜂造纸可简单又有效率多了，一趟工序不用10分钟就可完成。事实上，所有长角蜂和虎头蜂这类胡蜂的巢，可都是这样用纸浆做的哟。不过，不同来源的纸浆所筑出来的巢，其巢壁质感也会明显不同。像这一窝禾长角蜂的巢就特别白，质感也较细致，显然是刮取人类使用的纸材所做的。你看，同样是禾长角蜂，这一窝的巢壁质感就显得较粗糙，连木头纤维都清晰可见。其实这些长角蜂的巢目前都还处于初期阶段，所以整个蜂巢才只有蜂后自己一只成蜂。日后等巢里的工蜂相继羽化，一起加入筑巢的行列，它们的蜂巢规模就会快速增大，到最后一个蜂巢甚至可达上百只蜂哦。